开始，我们有20位参赛者，10组琉璃台。而现在，我们只剩一半的参赛者。这是最后一次淘汰，究竟谁会离开？今天是4强前最后一场淘汰赛。上一集因为没有人进到安全名单，所以今天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起跑点上。至于主题呢，如果说前几集的主题是魔王级的关卡，那么今天的主题佛心来着，非常朴实，非常百搭。今天的主题就是蛋什么意思？就是蛋，没错，就是平凡但不平淡的鸡蛋。邀请各组端出以鸡蛋为主食的料理。本集呢是最后一场的淘汰赛，晋级的4组将会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后面的4集呢，你们将会一起迎接我们新厨之战的冠军。当然还有100万的奖金。但其实鸡蛋真的是每个人都会，连我这种不大会煮菜的人也都会。但如果端出一个荷包蛋，应该会被骂到死。我蛮常在跟医师说，要不然我就煎一个好吃的荷包蛋。Jessica 嘞，你觉得对你而言是一个很难的食材吗？还是很好发挥？我觉得要做到别出心裁，确实是蛮挑战的。因为它其实平常非常容易接触到，但是要做出创意，其实有点辛苦，对不对？对呀，但又不能太复杂。有效很难，很难。对啊，就一颗蛋啊，要把它变成料理也很难。Ricky， 对你来说，我觉得蛮难的。蛋这个东西从以前到现在太常见，所以各个知名的厨师都有自己用了很多各种烹调方式的创意的菜已经出现。那我们要再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原创的菜，又要很别出心裁，又要好吃，然后又是在比赛场合做出来，我觉得蛮难的。新雅，除了泡面可以加鸡蛋，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加鸡蛋？那个亲子冻，有，你最近很爱吃亲子冻，我知道，他那天回家还在点亲子冻，有厨师会选你的，放心啊。雨熙啊，你对于蛋平常？因为平常鸡蛋都比较像是综合的角色。有一集我们早餐，杰西卡教我做那个杏仁蛋白茶，然后它是蛋白有点打发放进去，所以那个存在是非常的，就是让我很惊艳。雨薇嘞？什么？我觉得蛋其实我们日常都会碰到，但是就是说蛋黄跟蛋白也可以分开，然后也有处理它们各式各样的方式。第一次有什么新的想法或创意吗？小时候就是妈妈会蒸那个猪肉蒸蛋，有肉末在里头。对，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然后蛋糕也会就是用到鸡蛋，或者是擀那个意大利面啊，这些都会就是用到鸡蛋这样子。就我觉得鸡蛋就是如果你冰箱有一些你用不到的菜，只要炒鸡蛋都会很好吃。然后红萝卜炒蛋。萝卜炒蛋，番茄炒蛋也很好吃啊。或者是有什么剩下一些菜，就是炒蛋，把它做 omelette 就都很好吃，就是清冰箱料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候选翻牌的时间啦。但是这一次的重点是，不可以跟上一次跟你合作的伙伴再相遇，因为我们上一集呢没有人进到安全名单，所以这一次的比赛最后一名的厨师跟厨助就要离开我们。我们先来看看上一集大家配对的是施杰夫、姚纯耀、郑纯豪、林雨熙、Jessica、安心雅、Will、蔡诗芸、陈永孝、胡宇威。这样的组合不会再出现。也许主厨他们想的不会跟我的想法差太远，应该还是会以有搭配过的对象来做参考。我应该会先优先选择我过去合作过的。请翻牌。哇哦！厨师这边
Will 跟 Ricky 都选胡宇威。思考过还是选老搭档宇威，因为毕竟我们之前合作过非常多次了，那就有始有终吧。我从来没有跟他搭配过，虽然没跟他搭配过，可是很常听到其他选手跟他搭配完的时候对他的称赞。来看看宇威，你果然除了你之外，爱的就是郑淳豪了。因为我们已经有该有的默契了，觉得我们可以能好好的发想下一次的赛制。姚晨耀，你选的是陈永孝，但是安心亚，你也选陈永孝，你从头到尾都选陈永孝。雨熙都帮你哭了，我告诉你，有没有换个人呐？因为他是我带我进厨艺之路。等一下，他是带我进厨艺之路的启蒙大师，所以我想说跟他有始有终。永孝，你选姚纯耀，你也记得前面几集，安西亚为了你风雨无阻到彰化去学做菜，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过你。我想哭了，我都想替你哭了。为什么你选纯耀？因为其实你们没有合作过哎。对啊，但是就前几次他选我蛮多次的、啊。安西亚选你更多次啊，你给他一个好好的回答。很多次啊，对啊。好，下面也搭配很多次啊，就是对啊，就是啊，因为有选过我们嘛，就是对啊，礼尚往来。恭喜陈有孝、姚晨耀配对成功。来，请来中间。Jessica， 你选的是雨熙，其实你们合作3、4次有吧？比赛越来越进入核心，我觉得选之前一起合作过，而且一起拿过冠军的对象是最好的选择。恭喜你们配对成功，谢谢。蔡诗芸、施杰夫没有合作过啦，对。然后上周就是有选，但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没有配对成功。对。施杰夫为什么选 Dizzy？ 我本来是想选有合作过的，在最后一集我会觉得比较放松一点，比较轻松，因为曾经有默契。没错。但我知道宇威应该不会选，然后纯耀我又没有办法选他，那有另外3位我都没有合作过，所以我就分析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跟 Dizzy 配到的机会会比较大。然后也刚好，因为我们过程当中我们擦肩而过很多次，有时候我选他，他选别人；有时候他选我，我选别人。DC 很厉害哦。对，我刚刚看到他跟威尔同组的时候，威尔在很忙 ，DC 在干嘛？你知道吗？他在巡视。我刚看到一个，他就这样带杀机。我想说，这女孩，她就这样哦。我吗？你有一种长官在视察的感觉。什么时候？刚刚跟威尔在煮菜的时候。哦，对，是吗？我是这样子哦。这样子。但是他如果跟我同组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这样。真的吗？我在一组都比较忙，因为我做很多多余的料理。可是我觉得他搞不好可以制衡你。当你想要端出太多菜的时候，他会就说这样好吗？会不会太多余？你也知道那个菜有多难搞，有可能会，对，互相拉一下对方，这样。恭喜你们配对成功！安心呀，每次都是你一个人站到最后呢。站久了就习惯啦，很好。其实你慢慢进步越来越多，而且你也得过第1名，当过队长来组队，而且还赢了那次的团体赛，对，很棒，而且赢了永孝，对，恭喜Will、安心亚配对成功。等下卡中间对不对？好，来卡中间，对卡。好的，5组都配对成功了。欢笑中呢，其实也带了很多的紧张，因为这7天他们要好好的互相琢磨，找到对方的节奏，然后要把我们这个鸡蛋的料理端上桌。至于谁可以进前4强，谁又会离开，7天后再相见。因为我在家里就是 just put
那个我就会弄很多 ，and then 我就放在一个 container， 我就放很多 olive oil 在上面。蛋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蛋能用的东西太多了。可是你要把它拿来当主角的时候，你要让蛋的东西很明显，我觉得它是需要一点技术。对我们的想法，就是觉得蛋应该是什么样子吃是最棒的，你就用它最棒的样子来呈现。蛋这个东西，从以前到现在，有多少的厨师、多少的民族，已经创造了多少的经典的菜。那到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各个餐厅都会有自己拿手蛋的料理。可是，如果真的要重新创造出一道经典的蛋料理，我觉得不容易。蛋的料理，我觉得就是炒蛋就好了，搞定。Thank you。厨师很有经验的话，他就是可以把那么简单的一个食材变魔术。入口的时候会觉得哇，其实蛋可以这样做。应该是都半条就够了。半条就这样一半。永孝师傅就是一直都很厉害，然后想要去看看他的厨房是怎么样，为什么他可以一直都在这么前面的地方。而且真的很好奇啊，蛋大家会做什么料理？对，我这真的很好奇。比较困难的是，因为还要搭配那一片初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在中餐比较少用到的，所以说你还要搭配那一片油的话，可能就是一种可以说对中餐可能是一种挑战。因为极简极是难嘛。那其实对我来讲，我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才会比较有胜算。其实会担心会被淘汰，但我把更多的重心是放在我做出去的东西，评审觉得好不好。就是像评审之前一直在说的，就是与其形式很复杂，不如你把这个数量减少，但是把每个东西做到很令人惊艳。所以我还是想要做比较稳健的方式，所以我如果把这些东西做得很好，在比赛时间内做到很完美的状态，我觉得就不会是最后一名。今天是最后一场的淘汰赛，10位参赛者是流是走，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当然也掌握在评审的手上。我们特别请到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的女评审，这位重量级的人物呢，远道而来，她的名号呢远近驰名，尤其是拔丝神技，她就是我们的钢点女王郑智善，欢迎。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你好。감사합니다。嗨。我们5组参赛者呢都已经在料理台前面了。首先第一组 ，Will 安心雅、陈永孝、姚纯耀、Jessica 林雨熙、施杰夫蔡诗瑜、郑纯豪胡宇威。90分钟比赛正式开始。생각을 안 해봤는데 이게 메인이 돼서 육류와 생선이 아닌 계란이 되는 건 아무래도 계란을 어떻게 고급 요리를 만들지에 대한 기대거든요. 그렇기 때문에 오늘 보면서 기대를 많이 하면서 심사를 하게 됐습니다. 现在给你分，你帮我分几个蛋白。我们这一周几乎都在讨论蛋料理要做什么样的料理，因为蛋的东西太广了，就是很难想。但是我自己有给了一些，就是问了一些灵感，有给师傅，就是想说做蛋黄面，然后还有什么欧姆蛋加咸蛋皮蛋，然后再做用蛋黄炸一个那个鸟巢的样子，这样子给了这个想法，结果没有被采用。
你蛋黄最少要5颗完整的。好，对。我们这一周的话，准备的是鸭肝蒸蛋。在做高级的铁板烧的时候，是用1颗蛋壳下去做松露的蒸蛋，然后上面会放鸭肝跟鱼子酱。那我把这个原本比较传统的铁板烧的这个版本，做成一个比较绵密的鸭肝蒸蛋。但是他有跟我讲说，之前我提议的什么蛋黄面啊，还有什么他之前想要做的葱油饼、蛋皮什么弄成蛋啊的那些东西的，他就说他其实都试过一次，觉得就是少一个东西就对了，所以他觉得纯粹的做蒸蛋，然后做很多层的那个层次这样。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说，因为蛋真的是一个日常随处所见的一个食材，所以有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后来我们就决定做2道料理，一个主要是以法国吐司为主体，然后再来去融合提拉米苏的那个蘸酱这样子。因为一般来说提拉米苏里面它其实也会用了鸡蛋，然后另外一个就把蛋白的部分做了一道中菜叫赛螃蟹。对，它其实就是用蛋白跟鱼肉，有一点像是模拟蟹肉的口感。对，然后据说是以前慈禧太后她逃难的时候，就是在路上她很想吃螃蟹，但是就是没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厨师就灵机应变，用蛋白做的一道料理。要不要试味道？好，等我一下，等一下，来，没事 ，OK。那个香料可以再多一点。香草精、肉豆蔻跟香草精都可以再补一点。有一件比较特别的是，我在练菜的前一天伤到手了。我其实平常不太会害怕看到自己开放性的伤口，可是这一次我就有一种冷汗直流的感觉，因为血冒出来的很快，然后我就赶快按住，然后当下心情很慌，因为隔天我要练菜。对，这个好。然后现在已经第3、4天了，我在练菜的过程当中，如果手有接近那个炉火啊，伤口的地方会很敏感。这一集我想要用科学一点来看，科学，因为蛋它是蛋白质嘛，对，蛋白跟蛋黄凝固的时间跟温度不一样。如果它们可以玩出一点更有趣的质感差、温度差，那我相信会很好。如果它们可以利用它的特色，对，利用，譬如说我们蛋黄，我们喜欢煎蛋，喜欢吃中间是溏心的，对。对，那它如何，或是蛋白水水的，那他们如何去做这件事情？哦，你知道吗？上次那个很好笑 ，Ricky 就是他们知道是蛋料理之后 ，Ricky 就跟那个 Will 讲，因为上次 Will 不是鸡肉料理什么 ，Ricky 就跟我说：“你放心啦，蛋熟的不熟都可以吃。” The butter is cooking。这要关掉吗？要关掉。我最喜欢吃的蛋料理其实就是荷包蛋，非常简单的盐巴、胡椒，在煎完快结束的时候，呛一点点的酱油上去，然后把那个蛋用中大火煎的有点恰恰，但是蛋黄是生的。那比赛我总不可能煎一个荷包蛋出来嘛，很难登上台面。那我就去想有什么样的蛋料理是最接近荷包蛋的感觉，所以我就做成了一个水波蛋。那天练习的时候，他好像已经有想法，就是说要做那个 eggs benedict， 但他技巧我觉得也是还蛮难的，因为把那个水煮蛋就是煮得非常完美又很圆，我觉得这是要还蛮多技巧的去做。剩下都加醋，先把这个加完。OK， 那你先用 portobello 在里面。因为平常 Benedict 蛋它下面其实是 muffin 或者是面包类，但因为我担心说，如果是面包类，它会不会久了之后，会变成有一点就是好像
软软的。那杰夫他就说，对，所以他就有想到就是要用一种就是portobello 的蘑菇，就是大片的，然后他说就垫在下面，然后上面就是做一个酱，那个酱也是用鸡蛋蛋黄去做的一个酱，所以我就说，其实这样子还蛮好的，因为其实它有符合这次的主题。这是蛋皮。我们这一周题目是蛋，那又要很凸显蛋的味道，所以这个弄我做了一个，我原本想做蛋饺，那我们后面做了一个关东煮会出现的就是福袋，但是用蛋皮包住用咸蛋炒过的笋子，那里面的内馅除了笋子跟咸蛋之外，还有炸过的蛋酥，再用福袋包起来，那搭配外面的一个汤。其实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难。很难的地方是因为你要把蛋做成一个主角，吃得到，你也要看得到，外围的味道不能把蛋的原本的它那个味道盖掉，所以我们要把它精致化它，然后在视觉上的一些地方，我们也要把它做得很漂亮。下期咯 OK。那外面的汤的部分的话，是用鸡肉跟蔬菜去做了一个很轻、比较相对轻一点的高汤。我们想要凸显一点更多蛋的味道跟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把蛋拿去做成蛋豆腐，然后做了一道淮扬菜很经典的一道文思豆腐。这个礼拜为了这比赛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就是我一直在煮水煮蛋。煮水煮蛋感觉好像很简单，有什么好练习的吗？但我想说，他给我一个这么看似简单的任务，那就要把它做到好。所以我在家就一直在煮水煮蛋，就是从煮1颗，然后到煮2颗，到煮5颗，会有什么样不一样？那前后再煮了10几颗，冷水下去煮，然后煮完8分钟，它的熟度会不会一样？然后加醋加1匙加2匙有什么差别？或是冰镇3到5分钟有什么差别？试出来发现其实应该都会到我想要的熟度。这一次准备了蛋料理啊，第一道是算传统的老台菜了，就是把水煮蛋煮好之后，然后就是把它切开，然后一半再把它果浆塑形成1颗蛋。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一半水煮蛋跟一半鱼浆，要把它塑形成很漂亮的一个完整的蛋。我觉得塑形这个会蛮担心的，还有水煮蛋，就是觉得练习了很久，虽然很简单，可是也希望就是比赛的时候不要出错。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阿秋，你们要怎么处理你们的蛋料理？我完蛋了啊！完蛋！哎，是什么鸡肉吗？哎，那个鱼浆，鱼浆 fish， 这样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蛋的形状。哦，就像变魔术一样，1颗蛋变2颗。但下面真的是蛋，对不对？对，像水，然后上面用鱼浆。我下面是半颗蛋，然后上面弄鱼浆变成1颗蛋。变成对，哦，好棒！家境比较不好，所以要吃到蛋就是。对啊，就是1颗蛋变2颗，2颗变4颗这样。你乱讲，鱼浆比蛋还贵一些。是吗？是炸还是那个煮？要炸还是煮？先蒸过，蒸过之后蒸熟，然后再把它炸稍微让它外表就是焦焦的、香香的。哦，先蒸再煮。对。啊，那个皮蛋豆腐吗？啊，皮蛋，对，皮蛋。然后皮蛋跟蛋白，我们做一个酱料。哦，要做一个酱，是酱料，酱的。哦，这是除了水煮蛋，还有就是要切辣椒丁跟皮蛋丁跟蛋白丁，对，主要就是在做上面的点缀的配料。因为我们这一次准备了一甜一咸来做比赛的内容，那我负责的部分就是杰西卡的那个赛螃蟹呢，它会有需要用到姜、老姜跟嫩姜的部分，是我切片，以及嫩姜要变成末，对，所以这一些30分钟，先进15分钟。好 ，OK， 没问题。
可以，但要再切细。然后你这边配好了，你就帮我把这个吐司转个面。这一次比较多是准备 French toast， 因为法式吐司呢，它其实要做得好吃不容易，因为中间我们希望能够保持那个湿润的感觉，但又不能太湿，所以就第一跟你泡的那个蛋液的比例有关系。如果你的蛋液牛奶成分太多，它就会太稀嘛。你把那个盒子拉起来。对，然后我们希望做出来的成品是很像介于有一点像是 cheesecake 或是葡式蛋挞烤布蕾的那种口感，就是不是表面有浸到蛋液，而是它整个都可以很均匀的吸入那个蛋液的一个状态。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比方说测试，就是面包应该切的厚度啊、大小啊，就是浸泡的时间，然后可能像我们在浸泡之后是不是要烤，应该烤多久，可以让它里面保持湿润，但是又不要塌。所以就是在这种细节的部分再去做了一些微调，这样子。你们好 ，Hello， 讲一下。嗨，你好，你好 ，Welcome to Taiwan。啊，谢谢。可以看看他们做的，算是。现在在做。We're making the French toast。 French toast。French toast with 是米饭吗？这个是的柠檬那个柠檬orange skin. Yeah, and then we're going to have a mascarpone by the side and coffee flavor. Yeah, and then this is the fish. And it's going to be cooked with the egg white. So it's called pretend to be crab. The dish is pretend to be crab. It's going to taste like crab, supposedly. Yes. 有那个柳橙香哎。Yes, because it's orange and rum as well. 那么鸡蛋用是这个吗？鸡蛋，对，这是里面有7颗鸡蛋。哦，7颗。蛋黄 egg yolk. 对。Yes. So and this is the dish from the palace. Oh, for queen. Yes. Really? It's for our queen today. 哇。我们会用一个就是在 French toast 上面会有一个焦糖，焦糖的。其实就是拔丝的意思。当然是 Jessica 的功力。期待。是我们一点点，就是 a little bit。哇 ，Yes。我先看。那你帮我切掉边边，轻轻的切，浅浅的切掉就好。好。然后切完的时候，你帮我简单的这样子，拿着刀子在上面轻轻的划。你轻轻的手贴在上面，能够轻轻的划到就好了，有没有？一点点而已。那边边嘞？边边不用，中间就好，这样子会比较好入味。OK。这次我觉得比较难的部分是过滤那个蛋。如果我们要弄得很圆、很完美，一个圆形的，然后它的熟度里面也是就是刚好，不能太熟，不能太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地方。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工作是实习生，我在那边煎了快1年的蛋，因为我是早餐的 team， 所以我每天在那边会做 omelette 啊、sunny side up 啊，还有什么 scrambled egg、poached egg， 这些我是每天都要做的。我觉得这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就是你要把一颗蛋煎得好、煎得漂亮、生熟度很刚好，其实在那几秒钟之间的差距是蛮大的。这次的主题是蛋跟橄榄油，如何把它们两者的优势在一道非常简单的料理里面能够把它发挥到极致，我觉得这个也是技术的一个环节。嗨，还可以吗？可以。跟弟子是第一次合作。对 ，OK。今天做 poached egg， 然后我有一个 Hollandaise 在里面。打好了。打好了，刚刚做了。你打好放进去。打好放进去。如果我做好 Hollandaise 放进去的话，会非常蓬松，但是我没有想要它非常蓬松，所以其实我是做一个混合液，就加进
塞缝里面。对，这个混合液出来，因为塞缝你打2颗子弹的话，它状态就是刚好我要的状态就好。就其实这个酱汁我们反而练的比蛋还要多次。OK。对。所以这就变得很简单的。之前说我们嫌它太复杂。对，这一次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可是超好吃的，就是要做一个 OK， 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这次就是主打一个把水波蛋做到 perfect， 最简单的东西做到最极致、最精致、最好吃。对啊 ，amazing。好的 ，OK。你就待会可以。花了很多时间弄得很圆，而已。就是你要做出耳目一新的鸡蛋料理，我觉得它难度在这里。他说你要表现它在于某一个温度上面的质地是困难的，对啊。譬如说举例好，如果今天煎荷包蛋，有的人他喜欢是一整颗打开去煎的翻面，有的人喜欢把它对折，有的人喜欢用比较高的温度啊，把蛋白煎到老老的，但是蛋黄是完全流心的。这个就在于我对于它的想象，跟我对于它的表述是什么。因为主题是蛋，那评审他们一直都提醒我们不要做得太复杂，因为我们又不想让蛋黄跟蛋白分开的这种料理模式，所以我们希望让它是组合在一起，重新解构一道菜，然后再做一个不同变化的组合。哎呦，这样，倒多少油 ？OK 啊，100多一点的。对，一点点。我看到的是完完全全，这是凭感觉的，没有特别强调要多少，要几颗，要就什么都没有，凭感觉。以这样的形式，好像有点 upgrade 了。那我们今天味道是以蛋，然后又是以蔬菜当清汤，所以我觉得味道怕太重，那我就用那个橄榄油来加葱，然后把它打成一个比较轻盈一点的油，做一些香味上的点缀。Hello， 你好，也嗨。现在在干嘛？我Chef Ricky 在做蛋皮哦，要做那个福袋，用蛋皮做法都是福袋。然后这里面是蛋豆腐。蛋豆腐，对，我们的灵感来源做文思豆腐。文思豆腐哦，文思豆腐是什么？那个切的那个画的那个，就是切丝，然后会像菊花那样散开那。类似，但是我们没有做菊花，因为我们中间是福袋，所以我们把豆腐蛋做成豆腐，然后切丝做成一个羹汤，然后配这个福袋。那个技术很高的那个，技术很高呢，郑同豪他说技术很高呢，所以要挑战一下。呀，期待。你把蒸屉3给我，你这样可以吗？很热，你不要开玩笑。对。所以你今天做什么？看起来像蒸的蛋。是我做鸭肝蒸蛋，当然我做3层，就是我把蛋白，然后鸭肝，然后蛋黄拆开，然后再做在同一个蒸蛋的方式，这样子。对。好，加油！我们等一下期待。期待刚刚希娜说的非常有把握。是，没问题。没问题。今天准备的话，是因为要做橄榄油的温蛋黄，那我也想要强调今天的主题就是蛋的70% 跟橄榄油，所以我带了一台真空机，然后让它可以直接就是密封住之后，完全是可以浸在温水里面之后把它熟成。这样就好了。可以，没问题，谢谢。可以，这样选。另外一个也一起进去。放进去了。对，一个也进去。
波特菇我运用它来做基底，就是因为其实你在吃蛋的时候，如果底下是面包，可能咬到后面嘴巴里面都是面包。但是菇会让蛋的鲜味啊和浓郁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有更多的不同的层次出来。你试试看，味道看可不可以？还是要再下一点？我觉得可以再选一点，再选一点。好 ，OK。在很多料理里面，蛋也并不完全是主角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是怎么样让蛋料理可以再有一些惊喜感。再来就是还是回归到蛋本身，就不要去模糊掉它的味道。我们用做了10颗的水波蛋，因为我们想最后再挑完美的来，呈现给评审。它是氮气瓶，最主要的话，我是需要让氮气跟我的荷兰酱充分的混合均匀，我打出来的时候，它的状态才会比较绵密。你做的蛋黄好吃，这个真的是好吃的。现在你再帮我 taste 一次好不好？一样的吗？对不对？好。一样的。哦，是 OK 的。做完豆腐要准备了，来弄豆腐。那我豆腐先帮你塞好。对，我真的已经很久没做中餐。那把刀是我在日本第1年的时候，因为也有修中华料理的课程，那个时候已经是12年前的时候了。所以那把刀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很久没有用，所以这次又把它拿出来，又重新整理、重新打磨了一次。哇，那抢你右边。好。可以了。够。评审准备好了，一样，今天呢，你们有权利按钮。如果3位评审都觉得非常好吃的话呢，3个一起按钮的话呢，桌子上面就会有蓝灯出现，那么就代表你可以安全进到前4强。第一组 ，Will、安心雅，请上菜。我
我今天做的蛋料理的话是鸭肝蒸蛋，那底部的话是用鲜奶油跟牛奶下去跟鸭肝煎过之后，把它打发之后再过滤，然后做了底层的第一道是那个鸭肝的蒸蛋，然后第二个是用蛋白跟黑松露下去做的蒸蛋，然后最后的话再用橄榄油跟百里香，然后下去做了一个温蛋黄这样子。最上面的话有再煎了一个圆形的鸭肝跟放鱼子酱。台湾铁板烧最早我们在铁板上做的那个蒸蛋的话，第一颗就是做一个松露的鸭肝蒸蛋，然后把它拆开之后，然后再把它煮回来这样子。那怎么吃啊？可以直接就是挖到底，直接对，没错。哦，好多种颜色哦，它的横切面是哦，好多种，一层一层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哦。我想请问一下，这次的蒸蛋有呈现出你原本希望呈现出的质地？因为3种的连口感都是不一样，所以我希望是最后混合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口感也会在口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子。那个蛋刚才那个油里面的是吗？对，那个寿司，对，就是刚刚放在油泡里面的，就是那个蛋黄里，对。新雅在剪的那个。对，没错。好，在好的，1、2、3，请按钮。啊，这次真的会严格一点点，所以别担心。这次搞不好，我觉得我不会看到蓝灯。谢谢你们，谢谢。是。我观察到郑智善，他吃了一口之后，真心的赞叹，就是有点个头这样子。我觉得他那个应该不是客套，就觉得他真心觉得好吃。第二组，施杰夫、蔡诗芸，请上菜。OK， 我们先到中间。对，好，够。好漂亮的料理，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最主要呢是做以菌菇为主要的风味来呈现一颗完美的水波蛋。那在水波蛋上面，我们用氮气瓶做了一个荷兰酱，底下我们用烤过的波特菇来取代传统的 English muffin， 然后在蛋跟波特菇的中间有放了一个是用培根、蘑菇跟 cream 炒的一个有点像 carbonara 的这种风味的一个奶酱，然后上面跑上新鲜的意大利的夏季松露。建议各位评审在吃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分开来所有的元素吃没有关系，但我建议可能有一口是希望可以尝到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个嘴巴里面，所以你们可以切半，一边你可以分开来吃每一个不同的味道，那另外一半可以直接一口去品尝全部融合在一起的味道。就希望第一口是全部一起，我希望是全部之后再分开。我希望你全部一起。对，我不太希望你分开，可是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想知道我。OK。对。我会做这样的蛋料理，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最好吃的蛋就是荷包蛋。对，那荷包蛋就是用熟的蛋白跟流浆的蛋黄去呈现蛋，所以其实我这次做这个水波蛋也是我很喜欢中间的蛋黄是会流心的，然后蛋白是熟的，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可以让蛋吃起来的风味啊或是状况会比较好。我感觉那个蛋是没有味道，没有那个放那个盐或者是那个没有咸味，味道不够。哦，我们有在 poached egg 放到菇上面的时候，我们有放盐巴跟胡椒。放完了，我们才放我们的 espuma。对，所以觉得味道有淡一点点。哦，要请评审们来看看这一组可不可以得到你的蓝灯。数到3，请按钮，1、2、3，请按钮。啊，没关系，今天真的严格一点点，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刚刚试吃的时候，就是一整口，吃，我真的觉得是还蛮够味道的。我还是相信自己啦，我觉得每一次都还是尽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这一次我也汲取了过去的一些经验，还有评审的建议，我也把它真的有放在心上，希望可以过关啊。对。第3组，郑淳豪、胡宇威，请上菜。这一组算是老搭档。哎，你先。醋，对，醋是我们个人喜好。对。好的，请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的料理。各位评审好，那我们这道菜叫金丝福宝。看到蛋这个主题，我第一个想到是做成蛋饺。那后面我们又想到蛋饺怎么样让它更完美的呈现，那时候有联想到日本的关东煮里面的福袋。那一般的福袋会用豆皮，对，那我们就换了一个方式，用蛋去煎成蛋皮，再包馅料。那里面的馅料，因为这一次蛋是主题，它需要很凸显蛋的味道。我们试过海鲜，也试过肉类，那后来我们用蔬菜做搭配。那我们里面是用现在当季的绿竹笋，比较清甜，能凸显蛋的味道。那里面加了一点咸香，加了一点点的咸蛋黄、咸鸭蛋，然后另外炸了蛋酥，让它有一点油脂跟有点肉松的肉感。然后包起来之后，外面的汤就是用土鸡跟蔬菜去做的一个清汤。我们后来又有想到可以怎么样再更凸显蛋这个风味，有想到淮扬菜有一道很经典的文思豆腐，那我们就用蛋先做成豆腐。那我们那时候先挑战的是用日本茶碗蒸的方式去蒸，然后去调整那个高汤的比例。那我们调整出我们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比例，然后先做成鸡蛋豆腐，再切成丝，加到鸡汤蔬菜的高汤里面。那最后调味就给一点点的青葱，去加了酥炸的橄榄油，做成一个轻的葱油，不是用冲的，因为冲的我们发现那个味道太强。对，那整体是稍微清淡一点。那用的时候会建议可以直接先吃，旁边我们有附香醋，那香醋是我们自己个人喜好，对，就是可以先吃原味，然后依个人喜好看要不要再加醋。一口吗？一口。可以分2、3口，对，一口怕太大口。先喝汤啊，对，再喝。包的好可爱。这个绿色是什么？绿色是水莲，对，因为我们原本有用葱或是韭菜，可是发现那个味道还是很强，对，所以我们后来选用水莲。这个竹笋帮你指是什么？这个竹笋，竹笋跟蛋酥，对。好的，要请评审把手放在我们的按钮旁边。1、2、3，请按钮。恭喜蓝灯过关！怎么会？真的假的？哇！我本来以为今天不会看到蓝灯呢，我真的以为今天不会看到蓝灯。鸡皮疙瘩，我也是鸡皮疙瘩。这样子一路走来，包括我们上一集也没有一个人得到，没有一组得到蓝灯。这次在这么关键的一站，他们得到蓝灯，为什么？先那个郑主厨先帮我们说一下好。 일단 아이디어가 너무 좋고요. 이 계란 안에 쌓여있는 그 죽순의 식감이 너무 좋고 그리고 제일 중요한 건 간이 제일 잘 나왔어요. 完全吃得到蛋的香味跟味道，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聪明，是它的蛋皮有一点点焦焦的，所以你光吃蛋皮有很重蛋的味道，然后那个蛋酥又给它另外一个蛋的比较 different 一点的味道。汤是 long after taste， 它不是说啊我吃完然后蛋的味道全部不见，是它那个汤还在这里，然后最后才是竹笋的甜味跑出来。那看他有讲到，其实真的有吃到蛋的味道，而且他是做了几种不同的方式去做竹笋，是其实蛮符合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原本看到的时候担心说，好像蛋的比例不太对，是，那其实它是包在里面。 用蛋酥的方式跟咸蛋黄的方式，所以其实每个东西它并没有抢到
各自味道其实都还有吃到。唯一一个我觉得真的要挑小毛病的话，咸蛋黄的味道过了一点。对，要不然其实降一点的话，它的蛋的味道其实会整个再更突出来一点。对，但其实以整个来讲的话，完成度非常的高。对，哇，恭喜你们得到蓝灯，顺利进到安全区，掌声！下一周期待你们。其实这么多集下来，每次评审吃的反应我真的都猜不出来，每次好像觉得可以，结果就不行，然后觉得好像不行，结果就过了。开心，非常开心，非常开心有能安全的过关，也让评审吃到真的是他们提出的原味的味道，我们就是要吃到蛋。2位女孩的料理，欢迎 Jessica 林雨熙，请上菜。耶 ，Let's go。Hello， 안녕하세요。谢谢。这一组非常大胆，在拔丝女王前面要呈现拔丝。没有，我只是要做一点焦糖而已。好，我们今天帮评审准备了2道料理，一个是比较中式的，叫赛螃蟹，然后它其实是用蛋白做成的，就是相传是慈禧太后她在北京，然后突然有一天想要吃螃蟹，但是就是内陆很难拿到，所以他们厨师就只好灵机应变，用蛋白，然后搭配鱼肉，做成很像是仿螃蟹的那种口感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希望物尽其用，所以把蛋黄的部分就是做了一个法国吐司配提拉米苏的口味的 sauce。那因为提拉米苏的 sauce 里面也有放入蛋黄，然后它有一种拉伸的感觉。那我们在上面有再加了一些焦糖去增加它的口感。法国吐司它口感偏软，所以我们就想说上面应该要有一个可以增加它口感。所以那我们就是就做一点炙烧之外，就想说有一点汤丝，它可能会比较立体一点点。对，好，请享用。你的摆盘好漂亮，有一种来到花园里头的感觉，超美。谢谢。刚刚郑主厨有说他想要吃到甜甜的、咸咸的，这样子，所以刚好你有个料理比较甜一点点，有个比较咸一点点这样。好的，邀请3位评审，你们伤一下脑筋哦。1、2、3，请按钮。哎呀，有点可惜，没关系，等一下再来问问看怎么样。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这个鸡蛋太干了吧？然后它一样的像 ，OK。我刚好碰见郑主厨，就觉得啊，虽然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对，但是还是希望他吃得开心，然后希望他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份欢迎的心情。第5组，陈永孝、姚纯耀，请上菜。
组2个男孩都话很少，谁要帮我们介绍料理？好，现在介绍第一个口味就是，其实这一道是算比较老又比较传统，可能快要失传的一道蛋的料理，它叫做日月双撇，它是台菜的。然后就是它一颗蛋就可以变成2颗，一边是裹鱼浆，然后把它变成1颗蛋，切开之后，然后把它的蛋黄挖一点出来，然后就是去拌一些皮蛋啊、双椒啊、红辣椒、青辣椒，然后加一点蛋白，让它就是有一点比较不会这么的干啊，因为鱼浆嘛，鱼浆它本来就是比较硬的一点，所以就是橄榄油也是搭配在这个酱里面，因为这个橄榄油其实它有一点尾韵，就是有一点辣辣的嘛，苦苦辣辣的。但是它跟酱油搭配的话，真的很好吃。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也是算我们的比较经典的菜，就是西卤肉嘛。西卤肉一定要有蛋酥，对，然后就是把它做成类似绣球，就就是焖那个蛋酥焖完之后，就是把料它其实包在里面。但是因为焖完之后，就是我希望它就是能够再滑一点，所以我还要把一些蛋白、蛋黄淋在它的绣球上面，让它吃起来就是比较不会因为蛋酥比较干，比较有嚼劲。对，因为时间还不够太长去熬它嘛。了解。对，然后第3个就是我把用橄榄油去炸这个蛋酥，然后把它塑形成一个像雪茄一样。对，所以它炸完之后，其实它那个蛋酥也是有一点点尾后面也是有一点点橄榄油的大度。哪一个馅子？有，就是这个冷的蛋，这个双对，对，先吃蛋，吃个西卤肉，蛋，然后西卤肉，然后再吃那个蛋卷这样。了解。其实你刚刚那个蛋端上来，我闻到那个龙凤腿的那种香味。对。总说可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菜的来源吗？以前人家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一颗蛋，因为就是比较没那么有钱的人家，就是一颗蛋变成2颗，对，所以说一颗蛋切完对半之后，然后就把鱼浆裹上去，它就又变成1颗蛋了，然后又切对半，那就可以分成2个人吃嘛。也有人说，这就像魔术一样，所以这是其实是一道叫做日月双撇台菜的一些很老，算蛮老的一道菜，然后它是做在那种就是。它做好之后，它其实是做一种类似红烧的那种概念去做的，但是我今天是把它做成一种冷的，把它改成用冷的，就像其实吃起来也有点像那种就是鸡油嫩，人家在炸鸡油嫩的那种，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味道。而且你好有创意，你在雪茄上面你真的给我用烟灰缸上来，对，就是你家里带来的吗？没有，临时去买的。那个菜呢，原来是冷菜吗？蛋是吃冷的吗？对，吃冷，吃冷的，蛋吃冷的。我感觉那个鱼鳞鸡差不多。鱼鳞鸡那个鱼鳞鸡，油淋鸡知道吗？油淋鸡，油淋鸡，他说你说味道像油淋鸡，上面的是酱的关系吗？油淋鸡酱油味没有那么。油淋鸡就是它比较也是有点花椒味，就是也是稍微辣这样。对。你要蛋卷有包东西吗？没有，就直接卷起来。蛋卷就是偶尔加糖下去打，然后再加橄榄油，然后用它的橄榄油去炸的。哇，比较酥脆。要请评审伤一下脑筋了。1、2、3，请按钮。嘿，我有听到有人按，你们有听到对不对？但是差了什么？等一下再来问问评审。谢谢你们，谢谢。以上就是今天的5组。今天有1组直接得到了蓝灯，就是我们的胡宇威还有郑淳豪。至于其他4组，谁可以进到我们的前4强呢？等一下，请评审来告诉大家。谢谢。
觉得印象很深刻是 Chef Kai， 他吃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蛋酥就是 Seroba 那个料理的时候，他吃了一口，然后突然讲，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好像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要加这个吗？还是说思考这是怎么做的？就像说我们觉得好，未必对啊，未必评审就觉得好。听到那个评审有没有按铃的时候，我就觉得Charles 应该是很喜欢，对，他就按得很大力，我这边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桌子在震动，整个舞台都在震动，对吧？就会觉得就是他们应该还是很喜欢。这是各位最后一次站在这个熟悉的配组台了。首先，恭喜郑淳华、胡宇威直接提前进入4强，现在在安全区。刚刚看到蓝灯的感觉如何 ，Ricky？ 非常开心，因为原本以为没有亮，对不对？我们想说完了，哪边不对不够好，然后还是有什么问题。对，其实那当下很紧张，然后后面亮，我也是看着宇威说，所以现在是真的有亮吗？不敢相信。对。不过说到宇威，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抽到的题目是什么？我第一次蛋炒饭。对，而且你那时候蛋炒饭上面加了蛋酥。这次你们今天也用了蛋酥。这个缘分好像是一个 sign， 我觉得不知道。哦。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就很搭档。完了，陈婷妮，你以后找不到他，应该就是在 Ricky 家了。这边轻松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一边比较紧张了一点点。陈永孝、姚纯耀，看到你们2个，我都会想到一个广告词。我不大会讲话，但是我就实在。我经常蛮恭维。就这么2个很实在的人，然后搭在一起，就觉得你们那边好安静哦。那他跟你在合作的过程中，有讲超过10句话吗？有，都一直讲话，我们一直讲话。就外表看不出来他这么会讲话，但是私底下都一直跟我聊天。他有点冷面笑匠。你们是今天的第2名，哪里很棒，或者是哪里有需要改进，我们请郑主厨跟你们讲一下。 일단 저 기준에서는 플레이팅이 굉장히 좋았고 맛도 괜찮았지만 저는 일단 제가 못 보던 메뉴가 있어서 그 전통 과자라고 했던 그 메뉴가 저는 이제 한국 가면은 이 메뉴를 꼭 해야겠다는 생각이 들어가지고 저는 조금 높게 평가한 편입니다. 我听到，就是他觉得这个味道非常棒，而且是在韩国没有吃到的味道，所以给予相当高的评价。Will、安心雅、Jessica、林雨熙、施杰夫、蔡诗女，你们3组平均分差不到1分，甚至有2组只差了0.7分。我们的总分是100分哦。但是比赛就是这样，今天的最低分也要离开我们。Will， 我在外面听你讲过一句话，你有问过你说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样的比赛？做料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来这里参加比赛可以找回一些热血啊。哦，这是官方说法，私底下说法就是我说，喂，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比赛？这比赛的名，他说当初喝太醉，被白叔说服，喝太醉就说好啊，就来了。没想到进到这里，待了大概2、3个月，还看不到那100万在哪里。欣雅，你应该觉得自己很早就被淘汰了，没想到一路站到现在，而且你站得挺漂亮的。其实我其实留到这里的最后一集蛮有成就感，我会把这份荣耀带走。进到现在其实真的已经很厉害。对啊，Jessica 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难得的机会，对，然后前面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撑那么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路
很棒，就是跟很多可能之前我从来没有机会碰到的人，然后认识，然后还有甚至有机会合作，然后我觉得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这样子。雨熙是从一个对厨房不熟悉，甚至觉得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绑在厨房，到现在，我以前小时候呢，在家里面吃阿嬷做的卤肉饭，然后看到她一个人在这么小的厨房里面，为全家人做菜，我都心里很害怕。我觉得我长大之后一定不要变那样，走不出厨房的一个人生，这不是我要的人生，所以我就一直不想要碰这些东西。然后直到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制作单位看见了我什么隐藏的才能，我就来到这么多大厨身边跟着学习。对，然后我觉得我变成一个疯狂的学徒。对，然后我觉得我在厨房里面，我看到了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的世界。然后看到大家很热血、很认真，然后听了很多厨师的故事，听到 Ricky 的手，他把自己的手炸得跟什么一样，就是好多意外。就是你作为一个厨师，你出生入死都不为过的那种热血，让我很钦佩。然后被他们感染。对。然后我觉得更荣幸的是这一次可以在杰西卡身边，然后是让正主厨来评审我们。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理想。谢谢，谢谢。卡萨米达。施杰夫，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真的是个好帅的厨师，是阿发师的儿子。那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就是我觉得料理一直是一个人与人沟通的一个桥梁的一个媒介。对，人要建立情感，要透过食物，它是一个很棒的媒介。所以我很开心来到这个舞台，然后认识这么多的人，透过料理，所以在这个舞台我也成长了很多，然后也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Lizzy， 你知道你天生自带有点杀气，可是真的认识你之后，发现其实你真的就是一个小女孩。对，那你来这里9集了2个多月，自己的感想是什么？自己没有想过就是会来参加一个煮饭的比赛，其实我都是在家里看，就是他们的比赛，对，就是看得很开心。对，我这几年其实没看什么节目，就只有看那个煮饭的节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很屌。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那么有天分的厨师，默默的就是在厨房后面跟食物工作，对，跟食物工作，但是其实可以在荧幕上面就是给大家看到其实那么简单的一些题目，然后就是做的那么丰富。我觉得其实就没想过就是我会到这边，对，然后就很谢谢就是每位厨师有选择我，我也不知道我有帮到什么忙，但是就在每一个厨师上面都有学到很多不一样的小技巧，然后我都会带回家。对，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评审怎么讲咯。 버섯하고 계란 노른자를 수비드해서 만든 음식이 어떻게 보면 평범할 수도 있는데 굉장히 담백했고 그냥 익숙한 맛인데 맛있었는데 약간 계란을 이용한 메뉴로서 뭔가 좀 더 계란의 맛을 좀 더 많이 살렸다는 느낌을 받아서 저는 인상 깊게 평가하게 됐습니다. 오, 很棒的评价哦。好的 ，Will， 安心呀。 Charles， 可以麻烦你？我可以先问威尔一下，平常你在店里面做的鸭肝蒸蛋大概是什么样子？平常的话，只有最底的那一层而已，就是鸭肝跟蛋液打成慕斯之后，然后过滤完之后，直接就只有第一层。今天其实我们很理解他想要做出多层次的，包含在每一层的口感上面跟味道上面，希望用一个多层次的蛋的一个风味，然后再用鸭肝的香气跟油脂加上鱼子酱去增添它的一个丰富度。我整个挖下去吃了第一口之后，有点没有尝到你想要给我们吃到的感觉。那最后面的鸭肝跟鱼子酱，我觉得那是增添它的豪华度。其实在这料理中并没有带给它的味道或者香气有额外的加分。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可惜的部分，要不然我觉得发想上面是没问题的。了解，好的。Jessica， 林雨熙，交给
看来讲评。看法国吐司 ，Pompidou， 颜色不够多，所以那个味道是没有那个蛋的香味的。然后你的那个赛螃蟹，我们就是我跟郑主厨还有乔总在吃，我们在讨论这个是赛螃蟹还是大良炒鲜奶。哦，但没有鲜奶啊，没有加奶的制品。对，但是大良炒鲜奶是正确的 recipe， 蛋白、水牛打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大锅子慢慢炒个嫩滑的，所以你的感觉它就是因为你有蛋白嘛，所以我们在讨论你是做炒鲜奶加鱼肉，还是在做赛螃蟹。总结就是没有蛋的味道，我吃不出来有蛋的，我知道有蛋白的口感，但是我没有任何，我吃不到蛋的 Pompidou， 因为你要做 Pompidou 有好多方式可以做的，你可以长时间、短时间，你可以煎上色、丢烤箱都可以，但是因为我刚刚看于西在煎的时候，那个温度是放很低的，而且你们又泡这么久，所以它里面切开是很烂，你也可以把它切小一点啊，就是它有好多方式可以做，对，它不是只有这样一个样子，对，了解，谢谢看。今天真的是很残忍的比赛，因为只差一步你就可以进到前4强。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谢谢各位在这2-3个月的付出，真的很感谢大家。今天真的是很残忍的比赛，因为只差一步你就可以进到前4强。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谢谢各位在这2-3个月的付出，真的很感谢大家。施杰夫、蔡诗芸、你们被淘汰了。谢谢你们。另外2组，恭喜你们进到安全区。来，彩玲这边。Daisy， 我其实算是第一次跟你合作。可是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在高铁站遇到的时候，我已经下南港高铁站，然后走上那个楼，然后你看到我的时候，你上心玲姐，我那会觉得说这个女孩好可爱哦，她怎么会那么可爱？我终于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你的原因。虽然我们2个的世界有点遥远，站到现在，你有什么话想说？我觉得其实参加节目就是收获最多就是认识大家。说实话，对，其实我就是比较舍不得杰夫，我觉得真的对不起。没有，不会，这菜是我想的。但我还是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赢家了，对，对我来说，那我其实没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节目上面我没有遗憾，对，就是想要合作的我都已经合作过。然后就是没有合作过的，就之后再去你们的餐厅吃饭，很好。对，然后也谢谢评审们，其实非常高兴认识你们，对，因为其实之前我真的不是一个很会出去 social 或者是出去吃饭的人，对，然后现在就是认识你们，这些就是全部都是专业的厨师，我觉得之后会常见面，所以我不会非常的难过，但我还是觉得对。很感谢这个节目，让我找回更多料理的初衷。然后我很珍惜这个舞台，我也在这边收获了很多，成长了很多。然后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然后所有的评审，还有主持人心玲姐，还有这一些好战友们，对。谢谢你们，对，
我希望大家以后知道我叫世杰夫，我不是只有阿帕斯的儿子。You're so good, man. That was like 各位朋友，好好的道别。You did good job. You did good job. 哎呀，可敬的对手。加油！可敬的对手，加油！谢谢。你香港快点，接下来放假就不会那么难过。谢谢您的付出，亲爱的朋友，请给世杰夫蔡诗芸掌声鼓励！谢谢你们，谢谢。恭喜生存下来的4位厨师跟4位厨助。接下来我们的赛制呢将会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4集，我们会离开这个熟悉的场地，进到餐厅去，直接面对客人。到底谁会是最后的优胜者？谁可以得到我们的100万？加油！传说中的泰瑞，真的是很有3颗星的味道，就是干净又利落。哦，well，哎。哇塞，好壮哦，超壮的！哇，走错，走错，用过这一招。你有来过吗？之前有来过一次，但那个是活动，就是在里面品酒，对啊，在有叫之前第一次，他是今天第一次，哎，不错，好，谢谢。做好点。下一个不知道是谁了，恋爱时机。哦，换了，这么多人，你嘛长头发这样子，我换滚这样换者，换滚这样换者。老板好啊，那个包包帮我放好，谢谢。这是怎样啊？好尴尬哦，好尴尬哦。比了这么多次，然后听了他很多的建议跟指导，第一次来到他的场域，有一种觉得哇，一切就在这里发生。列队来安心呀。你们还有一位伙伴，对耶，知道了，来了。欢迎加入我们。但现在变得好轻薄短小哦。这是 menu 吗？我先打开来看哦。对。你们还有一位伙伴，对耶。知道了，来了。欢迎加入我们。但现在变得好轻薄短小哦。这是 menu 吗？我先打开来看哦。对。本节目现在就宣布结果。待会林雨熙跟他的大厨是第1名。OK。好，我宣布完毕，没。7人比赛不补厨助。啊？什么啊？所以少一个。这样几个人？1、2、3、4、7人比赛不补厨，安心有不来？
一上来打开那个字卡，他就说有一个人退赛，安心亚不在，这样我会很不安心呢。少一个对手确实是少一个对手啊。不是，我现在就不敢掉以轻心，我不敢乱说什么，就是说，哎，少了一个，哈哈，我就从1/4变成1/3。没事，我们不要得意忘形。对，那就谢谢安心亚的这个主动的让贤。还蛮惊讶的，想说这都已经进4强，然后你竟然就弃赛，我会觉得好吧，那就是现在只剩下我纯耀跟允熙。那我们就瞬间变前3了吗？就一开始会想说，那这赛制到底要怎么比？因为毕竟就是有4个主厨，然后3个厨助。但就是好处想，就是现在就是前3名这样子。欢迎，请进，欢迎，请坐，请坐，欢迎，请坐，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您坐那里，对，请坐，找对。欢迎大家，也恭喜大家来到新厨之战的第2阶段4强积分赛。之前大家都很辛苦，今天大家有没有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点？很难说，不确定。有鬼对不对？对，是有蹊跷。对，没错，因为呢，安心亚呢，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他弃赛了。那现在我们只剩4位厨师，还有3位厨助。至于这样子要怎么配对呢？要怎么比赛呢？相信大家刚刚有收到一封信，可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关系，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一顿饭不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就吃2顿；如果没有，就吃很多顿。反正今天 chef 是我们的看。天哪！他的餐厅，所以等一下，请大家好好的享用他的料理，之后再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样比赛，请享用，谢谢。我们也要吃了，终于，耶！来吧，是 OK 了吗 ？Service please。还有酱料，差一点就吃了。听起来太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开的时候才不会这么简单。对。各位好，这边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道餐点。好，这一道餐点呢叫做果然芦笋，我们使用的是来自北海道生食级的干贝，搭配上我们台湾夏天盛产的绿竹笋，双方放上开心果、金枣以及金枣的臼，最后再撒上一点干贝粉。好，那搭配的 sauce 呢是开心果油醋酱，里面放了一点点我们很熟悉的食材花波剂，可以给它更多的风味。谢谢，请慢用哦。给干贝跟绿竹笋的 dressing 是破布子跟开心果。那刚好因为我们有一集的是做那个酱菜，时间的味道，我只想让参赛者知道，就是我在讲那种连贯性跟不是把它放得很冲突，使用它是可以被实践的，而不是为了符合赛制的主题，然后你把酱料放进去。一吃就明白它的脉络是什么，感觉得到食材跟食材之间的连结，回想起它跟我们每一次比赛的叮咛，你的客人，你想要告诉他们什么，想要让他们吃到什么，这些我在吃第一道菜的时候就留下很深的印象。有比较能理解Chef Kai常讲味道要干净，然后不要太花俏，然后直接一点，调味有些要利落一点。对，大概能了解他所说的，感觉到就是之前可能 Chef Kai 他们跟我们讲的，要怎么样去运用每一个食材，他会放什么食材都有它的意义跟特色。干贝跟竹笋都是最当季的，然后它的口感就是有脆、软、甜，然后很层次，然后它上面好像有放紫苏的花吗？就是每一个都有它很细节的地方。它能够把这些料理融入到这种手法，然后把它精致化。对啊，是值得真的是
该学习的，对，所以说他拿到3星是应该的。个人最喜欢的应该是主菜鸭胸的部分。鸭肉呢有3种不同的做法啊。第一个做法就是您现在看到盘子上这个是以烤鸭的做法作为呈现，好，旁边搭配上马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里脊。2个不同的 sauce， 最底层画白的部分呢是葡萄做成的 sauce， 帮您淋上去的这个 sauce 呢是打煮，就是在烹调这个鸭肉熟的原汁。那待会会再帮各位准备第2种做法跟第3种做法。哇！用一个基本上无浪费食材的方式来去制作，就是1鸭3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人很需要花就是心思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又要把这3道菜的味道又配合得很刚好。每一次的比赛里面，大家都会做3道菜、4道菜、5道菜。如果你要做，就是你用同一个材料，但是你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烹调的技法，你可以把它用到不能再用。真的厉害，对，好吃，熟度啊，一些就是反正它的香气，然后鸭胸有一些它锁住那个汤汁之类的，就是那种拿捏的真的蛮好的，味道也很够。对，就目前我真的是吃到最好吃的鸭胸就是在这里。它的皮脆，然后那个肉是很软嫩的，然后它的那个酱汁就会有一种奶油吗？还是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多都是你没有吃过的味道，然后会觉得很有层次。吃饭需要一个很好的东西来收尾，就是把它 wrap up 的意思，所以我就会想要给各位吃一下我们做的甜点，然后我希望给顾客跟客人有一个很完整的体验。好的，接下来最后一道甜点，我们使用白桃来做料理。那最底层呢是绿豆蒜口味的达克瓦兹，搭配上切丁的白桃。中间呢，白色圆柱状的这个部分呢是男性口味的冰糕 Semifilo。那在来的上方就是男性口味的糖片，然后跟白桃口味的 sorbet。sauce 的部分呢就是白桃口味的 sauce， 然后搭配上一点点野姜花油。待会吃的时候呢，把糖片敲碎，你可以将所有的元素搭配在一起享用哦。谢谢。最后那个甜点，吃下去觉得哇，就是会有一个很幸福的感觉。那个造型像是一个天使，就是有一个裙子那种感觉，觉得吃下去觉得会觉得很开心的料理。好好吃哦。哎，这也是一种光是看就饱了。光是看 ，no， 你吃你的，你先吃完你再问。吃完就求问题哦。满满粉红泡泡，对，好吃哦。OK， 来，好吧，恭喜大家进入最后的4强。那从下一集开始的赛事就是跟今天的menu一样，所以你会有3道菜、前菜，随便你。OK， 第1道菜、第2道菜跟最后1道菜。那因为我今天我给各位的是甜点，那你可以不要做甜点，这个选择在你。进到4强很棒的呢，现在就是在比谁的失误最少啊，然后谁的抗压性最高嘛，然后谁的逻辑最清楚嘛，谁的组织能力计划最好，然后再加上我经营的策略是什么。OK，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食物跟我们的服务，然后再次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谢谢看，掌声！来吧。好的，邀请2chef站在我的旁边了。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吃完了吃饱喝足呢，要回到比较严肃的话题了，很抱歉。我们这次第2阶段呢，4强积分赛有4场的比赛，然后这次呢，我们不只要比厨艺，而且要比各位的经营餐厅的能力，所以我们会走到最真实的餐厅里头，跟顾客面对面。好。每一集呢，就像刚刚我们开讲的，就是呢，我们会设计一个菜单，然后分为前菜、主菜，还有末传，然后再来呢，就是要请大家分别为他们
定一个你们觉得最合适的价，分别哦，要分别，就是前菜是一个，主菜是一个，末段是一个。然后呢，你们最后呢的业绩减掉你们食材的总成本，那就是你们的净利。但是因为一组呢，通常都会有一个厨师跟一个厨助，所以这个净利会除以2，就代表大家的积分累积到最后，积分最高的厨师跟厨助就是我们的冠军，也是可以拿走各100万的奖金。